你这个去爬一次珠峰的话，大概要什么条件？有一定的那个经济基础，这是必须的哈。然后你呢能承担风险。那么王大哥，你今年是多大岁数啊？我今年46。你是自己创业的是吧？对。那么你是怎么会想起来去爬珠峰的呢？你又是什么时候去爬的？爬珠峰是今年的5月18号6点50分登顶的。那个去到尼泊尔是今年的4月5日。攀登珠峰是因为跟我的行业有关系，我是做那个地铁隧道设备的，经常全国各地跑，基本上都在郊区啊。有的时候是打车，有的时候那只能是徒步了啊，就是被迫锻炼。然后就是慢慢的体能就上去了。一开始也没有想着去登珠峰，一开始我平时来周末没有其他爱好，就是锻炼个身体。每到一个城市来就想公园逛一逛，景区逛一逛，到后来了，然后就感觉说不过瘾，然后就开始登山了啊，登山了啊。那每个城市，然后那个你比如说几百米的山啊，1000多米的山啊，2000多米的山啊，就慢慢的越爬越高。那是从15年的时候开始的。15年那个时候，我不是3高有一高有那个血脂高，感觉说要把那个减肥减下来，那然后去爬山嘛，然后成功的就把那个减肥给实现了。以前是180斤，后来然后第一次减肥的时候减到135，第二次减肥的时候是从145减到118，体脂率达到18%，已经是最下限了。啊，你等于是慢慢点的，对吧？从城市徒步慢慢点到爬山，最后才去选择攀珠峰的。对。那么你这个我们都知道，爬这个珠穆朗玛峰啊，也是需要一定的条件，还有一定的这个资金的，是吧？对对。你这个去爬一次珠峰的话，大概要什么条件？花多少钱呢？条件就是你首先你得体能得好，体能得好，这是最基础的。就平时要有这个锻炼习惯的人。对。然后第二是什么呢？你有一定的那个经济基础，这是必须的哈。你得对自己有一个充分的认识，有一个了解，然后你呢能承担风险，你不能承担风险那是不行的。你说的风险就是这个生命的风险，对，可能会出现一点意外的攀珠峰。这个那个随时随地都有可能，然后出现那个状况。所以说我们在登珠峰之前的时候，要做好那个体能啊和心理上的各种准备，而不是说1天2天。当然，尼泊尔南坡了，你只要掏钱就可以去。但是问题是，你愿意去，那个登山队愿不愿意去接收你，那是一个问题。他要考察一下的是吧？我们都是最起码是登过莫日塔格，海拔7546米。我在去之前，我是国家1级运动员。哦，你是1级运动员？对。哪方面的是？就是登山这一块。登山这一块的。对。哦，也算是一个半专业的了。对。那么像爬一次珠峰的话，就需要多少钱呢？包括装备什么的加起来的话，那珠峰直接费用大概是40多万吧，然后你要是算成装备啊，那就50-60万了，这是最起码的，这是最起码的。那么像一般性爬珠峰的，是不是都是就是有点家底的，比如说创业的老板之类的？主要是创业的人或者是企业的高管，那至少然后你还得有一个大量的时间能抽出来。这倒是。然后你去的时候，你像我们从4月5号一直到5月20号下车到加德满都，然后再回到上海，我那已经是5月23号了。所以说这是将近50多天吧。就去爬一个珠峰，从前期到回来要1个多月，近2个月差不多。对，要近2个月。所以说，然后咱们再理一下啊，一定的经济基础，一定的体能，一定的心理准备，相当的那个技术装备要锻炼，这些然后都需要的。像这个最重要的装备，你觉得是什么？羽绒服啊，抓绒手套。像那个羽绒服是不是很厚很厚的？它能抵御多少度的？-40度是可以。-40度都可以抵御。对。里面是不是还要穿很多衣服啊？里边就是排汗，最贴身的是排汗，再往外上去就是抓绒。那么你之前去珠峰啊，也是碰到了一些很离奇、很危险的事情，是吧？对。那么你要么方便帮我们讲一讲啊？